大家好，许多初学的投资者不知道买什么股票能稳定赚钱，避免被割韭菜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个人财富自由的故事，也许你可以跟着他来学。他的网名在 Seeking Alpha 网站上叫 Buy and Hold 2012，买入持有2012。他的投资风格是买入持有，永不卖出，长期投资过去25年或50年股息持续增长的股息贵族或股息王，现在每年产生股息279万美金。他们家祖孙3代都通过这种方法实现了财务自由。我刚开始投资个股时就是跟他学，大家也可以试着跟他学投个股。1970年14岁时 Buy and Hold 2012，靠给人割草、送报和父母给的现金礼物攒了4000美刀，开了个股票账户，开始投资3只股票：埃克森美孚、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和雅培制药公司，一直兼职投资到现在54年。在他投资期间，每当股价跌到他理想的买入价，都用自己的钱或者产生的股息继续买入，也就是2022年的总资产是8600多万美元。我计算了他的年化收益率，按每10年来计算，70年代到80年代，他的年化收益率大概是 14.58%。由于在这期间他可能增加了本金买入更多的股票，但没有具体时间，所以我按照平均到10年来计算，它的收益率大概是 15%。80至90年代，它的收益率大概是 31%。90年代到2000年大概是 18%。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，因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的次贷危机，导致它的总资产几乎没有增长。到了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，它的收益率大概 15%。它的总投资收益大概52年涨了1488倍，平均年化收益率大概 15%。它的总资产的年化收益率，也就是总资产除以初始资产，大概是 21%。它目前的股息279万，主要是靠当初投资的3只股票，大概占了它一半的股息收益。他在这中间还用股息再投资，这个收益率已经很好了，并不比知名的投资大师差。他坚持分散投资，投资了110只股票。我为什么说你可以跟着他学呢？因为他一旦买入股票之后再也不卖，即使公司倒闭也不卖。我分析了他的110只股票，投资组合中 65% 的股票继续表现比标普500好，约1/3的股票表现比标普差。他早年投资的3只股票占他投资组合的 40% 左右。他的资产分配大概是现金 20%， 房地产出租 10% 左右，其他 70% 全是股票。他这种买入持有只买不卖的投资策略，其实波动也是非常大的。他曾经有3次总资产跌了大概 50%， 一次是在1974年到1975年之间，一次是2000年科技泡沫，还有一次是2008年次贷危机。但是他不担心，他的股息无论是熊市还是牛市，每年都在增长，从不间断。我计算了他的股息收益率，大概是总资产的 3% 左右。下面我介绍一下他的选股标准。他的选股标准是过去12个月的滚动收益率 P/E 和动态市盈率 P/E 都小于20，过去5年盈利增长大于 10%， 过去5年平均 P/E 要小于2。
股息连续增长至少10年以上，贝塔小于 1.5， 过去10年的收益一定要超过标普500，股价要跌至52周的低点时再买入，而且公司的信用一定要达到投资级别。他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坚持他的选股标准，买了高 PE、PE 大于40的股票，比如 Avitech、Sun Microsystems、Minespring， 股票刚开始涨了很多倍，最后破产或者被收购。他最大的遗憾是在互联网泡沫期间，当 WMB 股价跌至1美元以下，由于恐惧，本来准备买10万美金的 WMB 股票没有买，最后它涨到64块，少赚了600多万美金。贪婪让人追高，恐惧让人杀跌，该买时不该买，该卖时不舍得卖，这就是人性。他的投资方法是跟他妈妈学的，他总是讲他妈妈是他的精神导师，他妈妈的投资收益比他更稳健。他妈妈是1921年出生，但是经过了1929年的大萧条，致使他们家破产，他爸再也不敢投资股票了。他妈妈在公立学校教书，1966年45岁时，他妈妈开始投资4万美金到股市上，坚持买入持有的策略。经过了股市的涨涨跌跌，他妈妈很长寿，今年102岁还健在。他妈妈的总资产应该比他多不少，估计超过1亿美元。他妈妈的投资策略跟谁学的呢？是跟他妈妈的叔叔学的。在大萧条期间，别人都不敢买股票，他就敢买。在美国买卖股票有资本收益，是要交税的。他为了减少股票交易费用和减少给国家交税，就坚持买入持有只买不卖策略。到1970年时，积累了大概500万美金，相当于2022年的4000万美金，妥妥的财务自由了。8年后的2012，经过大概17年，1987年的时候得到了第一个100万美金，第一桶金吧。经过我的财务自由之路的实践，我发现这个比较真实。大多数打工者都要花到17年左右获得第一个100万，有的人花的时间比较短了。像我老婆，我帮她投资了一个好股票，大概花12年实现了第一个100万。巴菲特在30岁的时候实现了第一个100万。如果考虑到他11岁就开始投资，他也花了10几年。就算他从14岁有投资记录开始，他也花了15、16年的时间获得第一个100万。就目前的投资环境，如果利用杠杆或者特别节省，也许能在10年之内获得第一个100万，甚至财务自由，看你愿意付出多大的风险和努力了。靠运气和继承获得的第一个100万不算，等你获得第一个100万之后，以后的路就好走了。他为什么要坚持买入持有策略呢？首先，如果只是为了赚差价，我们可能放掉了一个好股票的长期复利增长，那可是威力很大的。富达公司做过一个个人股票收益率的统计，股票投资收益率最高的投资者是死人或很少有股票操作的人。第二，频繁买卖要交税费，如果只买能产生股息的股票，我们付的税是优惠的，一般只付 15%， 工资太高的话可能要付 20%。 他为什么选择分散投资呢？他认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，即使像巴菲特这样的牛人，也不可能每只股票都选择正确。分散投资可以减少个股风险。他投资了
100多只股票，我认为是过度分散了，但是他有他坚持分散投资的理由。他认为投资是基于概率的，根据2-8原则，好公司只占所有上市公司的 20%， 优秀的公司可能是 20% 的 20%， 极其优秀的公司可能占到不到 1%， 所以只有多投资这些股票，在标普500中优中选优。按照概率 1% 的优质股票来算的话，选100只股票总比只投资4-5只股票选中优质股票的数量更大一些。他的观点和巴菲特的投资理论相冲突。巴菲特认为要集中投资自己了解的股票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集中投资是非常困难的。因为了解一个公司需要时间的积累，需要有商业敏锐的洞察力，对初学者来说太难了。所以我不建议刚开始投资的初学者去投资个股，先从跟踪标普500或者纳斯达克100的指数基金或 ETF 开始，等有了一定的投资经验，再研究个股。你要是实在搞不懂，就跟他学。跟他学的时候，我也不建议完全照抄，可以少量买，我不建议重仓。我曾经按照他的建议投资了一些股票，有些是成功的，有些收益并不是很好，可能我的买入点不合适吧。投资是认知的变现，投资最终还是你自己懂了再投。不懂不投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，拜拜。